拉夫罗夫警告称，俄罗斯倒下了，北约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，我们对此不必担心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近日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说，一旦西方征服俄罗斯，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，或者是任何敢于独立行动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国家，而不是完全服务美国和西方利益的国家。北约是不是会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呢？拉夫罗夫的警告有一定道理，但是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，要有足够的战略自信。首先，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，希望中国与北约对立，这个是非常正常。从外交技巧的角度来看，俄罗斯要想摆脱孤立，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，夸大北约对中国的威胁就是一个办法。北约的存在是基于西方国家应对前苏联和俄罗斯威胁的需要。如果北约失去了俄罗斯这个威胁，可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在冷战结束之后，东欧国家纷纷加入北约，从本质上看也是对俄罗斯军力的恐惧，包括东欧国家的一些反华行动，也是为了抱美国大腿的需要。北约的运行机制就决定了，想统一行动对付中国几乎不可能，因为除美国之外的绝大多数国家对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没有兴趣，也没有这个能力对抗中国。北约进行的任何决策都必须由31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以。认为中国崛起对西方构成了挑战，并且呢，他们还关切台海和平。这些议题或许在某些时候能够取得相对一致的意见，但是如果说北约要扩大到亚太地区，与中国展开军事对抗，那么除了美国以外，恐怕几乎没有市场。从实力的角度来看，北约除了美军以外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对中国单独构成威胁。在所有的北约国家之中，只有美军增加了在中国周边的存在，能对中国的战略安全构成威胁。包括法国、德国、英国等国都没有意愿，也没有能力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。其他的东欧国家内在军事实力根本就与中国无关，所以中国人如何看待北约的威胁，需要有危机意识，但更要有自信，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怕北约。从历史仇恨的角度来看，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，欠下了中国人民的血债。但是有一点我们也要清楚，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是美军的轰炸机，与北约其他国家没有直接关系。在如何处理北约的问题上，中国要做的工作是如何分化北约国家，而不是以整个北约集团进行对阵。北约对中国真正的威胁是美国裹挟下的利用北约力量与中国的竞争，但是这种竞争与军事对抗无关，因为美国借助北约力量对付中国，其作用相当有限。即使是欧洲所有的军舰都跑到中国周边来挑事儿，也不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对手，更不要说我们还有强大的空军和火箭军。总体而言，在反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问题上，中国仍然可以力挺俄罗斯，但是我们不能反对其他欧洲国家加入北约，因为这是那些国家自己的自由。北约的存在当前是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为主的，对中国难以构成直接威胁。中国需要警惕北约被美国利用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北约各国发展稳定的关系，与法国、德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国发展战略互信，想办法分化北约的团结才是上策。作为中国人，我们有足够的信心面对北约，保持警惕是必要的，但无需过度担忧，因为我们有这个实力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